美國人做夢也沒有想到，不過是一句場面話，卻換來了以色列的橫眉冷對，甚至當着全世界的面拆自己的台。自從巴以衝突以來，美國給錢，為了支援他，甚至就連自個兒的白宮也被反對者圍了個水泄不通。更讓美國寒心的是，這已經不是以色列第一次拆台了。戏耍布林肯，打臉拜登，美國人不是在給以色列擦屁股，就是在給以色列擦屁股的路上。可這次以色列对美國的拆台，還是讓全世界都大跌眼鏡。巴以衝突開始到現在，越來越多的民眾被捲入到了戰爭邊緣，無數國家都在呼籲，希望雙方能夠注意到很有可能發生的人道主義危機。可面對美國的好意提醒，以色列卻完全不買賬。以色列官員甚至怒懟說，如果不傷害無辜，就不可能獲得勝利。當年美軍在伊拉克也是這麼做的。此話一出，舉世震驚，以至於就連美國國內針對以色列的不滿也是愈演愈烈，一度出現了包圍白宮的事件。甚至有人說，美國這次的後院起火或將徹底改變以色列未来的格局。這一點其實早在歷史上就已經有跡可循了。1964年，美國為了支援自己在越南建立的傀儡政府，制造了北部灣事件，發動了震驚世界的美越戰爭。一開始沒有人知道，這場看似平常的戰爭竟然會發展成為整個美國的噩夢。在長達10幾年的戰爭泥淖中，美國前後後一共砸進去2500億美元，犧牲的美國大兵多達5.8萬，造成損失不可估量。可相比較於數以萬計的花費，真正迫使戰無不勝的美國大兵放棄了這場戰爭的，還要從一次報道說起。1968年，美軍在越南廣義省的美萊村制造了慘絕人寰的美萊村慘案，500名手無寸鐵的婦孺在這次屠殺中失去生命。事情發生之後，美國政府從上到下拒不承認自己犯下了如此罪行，甚至還成立了一個專門的委員會，試圖將這件事掩蓋得無影無蹤。可紙終究包不住火，經過記者西摩、赫什等多人的努力，美萊村慘案的真相最終被公之於眾。消息傳出，舉世震驚。當紐約客將事情的真相報道出來時，血腥的畫面和殘忍的文字直接點燃了美國國內的反戰情緒。上萬人湧上街頭抗議美國政府在這件事情上的不作為，美國國內對於越南戰爭的支持率也罕見地突破新低。國內國外的雙重壓力迫使美國不得不及時收手，放棄了對南越政府的支援，從越南戰爭中帶回了一身傷疤。無獨有偶，如今美國當年在越南戰場上的經歷又一次在今天重現。隨着傳播媒介的空前發展，國際輿論的天平隨着以色列的狂轟濫炸已經逐漸倒向了另一方。美國國內同樣爆發了前所未有的反對戰爭的呼籲，甚至就連美國的臉面白宮也沒能在群眾的反對聲中幸免。再加上如今以色列的恩將仇報，很難想象被激怒的美國普通人到底還會允許美國政府支持以色列多久。如果當美國在國內國外的壓力中不得不像當年那樣從泥淖中抽身出來的時候，或許以色列的結局就會和當年的南越政府別無二致。更何況得道多助，失道寡助。當以色列把傷害平民看成不得不做的事情時，或許當年美軍在美萊村犯下的慘案釀成的苦果，也將在以色列身上再次應驗。可不管怎麼說，炮火無情，戰爭中最無辜的始終都是最普通的老百姓。或許戰爭盡快結束的那一天，不管是對巴以哪個國家，都會是一件幸事吧。